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家庭聚會上，所有親戚都還以為我是一個擰螺絲的場妹。堂妹環抱雙臂，用施捨的語氣說她能在他們公司給我安排一份前台的工作。當她說出公司名字的時候，我淡淡一笑，心想這不是我的產業嗎？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今年春節我剛到家，大伯立馬組織了一場家庭聚會，千叮嚀萬囑咐，叫我一定要來。唐瑤，你在廠裡擰了5、6年的螺絲，我們就有5、6年沒見過。叔叔伯伯們還有你的堂兄姊妹們都很想你，就算混得不好也沒有關係，大家常聚聚才能知道你有什麼困難，好幫幫你。我心中冷笑，幫我？當初我跪下來求他們的時候，一個個拒絕的可都很乾脆。5年前離家之後，我一直在外打拼，幾乎沒有回過家，和這些親戚更是沒有了任何聯繫。這次回來也是為了接我媽去京海和我一起生活。瑤瑤，你這次好不容易回來，咱們一定要聚聚。周6，濟州酒店888包間，我們不見不散。大伯盛情難卻，讓我不得不應下了這場聚會。雖然這場聚會的目的我很清楚，他們不過是想看我的笑話，從我身上找點優越感，但我想着以後我也不會回來了，就當是一頓散夥飯。吃完我便和他們再無瓜葛，只不過我早就不在工廠裡擰螺絲了。周6，我如約來到了濟州酒店，剛進包間，10幾雙眼睛就齊刷刷地看向我，他們的眼神一點都沒有變，帶着鄙夷和審視。大伯率先從主位上站起來，喜形於色：瑤瑤，你終於來了，你媽呢？我媽有些不舒服，就我一個人來了。其實我媽现在已經坐上了去京海的飛機，為了這場家宴，我特意將飛機改簽到了凌晨。更何況我媽對當年的事情一直都很介懷，根本不可能可以坐下來和他們心平氣和地吃飯。那瑤瑤，快找位子坐下，我喊服務員準備上菜了。剛坐下，耳邊就響起嘖的一聲，是唐靜茹，我大伯的女兒，一個極其拜金的人，從小就看我不起，我家窮，因此我沒少挨她欺負。我餘光淡淡地掃了她一眼，穿着一身花花綠綠的小香風套裝，一頭金黃蓬鬆的頭髮隨意散落，搭配妖豔的妝容，猶如穿着花襖的金毛獅王。她朝我翻了個白眼，嘴裡嘀咕：穿得真土。我低頭看看自己的穿着，衛衣加牛仔褲，乾淨清爽，還很舒適，說不上好看，但也絕對不土。自從瑤瑤她爸走後，我們和瑤瑤一家就有5、6年沒聯繫過了。不知道瑤瑤現在哪兒高就？說話的是二伯，他是一個極其懦弱且無主見的人。當初我求他借點錢給我爸看病，二伯母一句不借，他就能眼睜睜看着我爸受病痛的折磨。我在京海做點，怎麼還在京海？你爸走了之後，你就去京海的廠裡擰螺絲，這都5、6年了。一身貴婦裝扮的大伯母直接打斷我的話。二伯的兒子唐宇接着嘲諷：你當初缺錢，找個廠裡的工作應急就算了，現在居然還在廠裡，你好歹也是個大學生，真是白讀了這麼多的書。其實我想說的是，我在京海做生意。坐在我身旁的唐靜茹從鼻腔溢出一聲哼笑，用施捨的語氣同我說：我也在京海上班，到時候你來我公司，我給你安排一個前台的位置，雖然錢不多，但好歹體面些。是啊，瑤瑤，靜茹現在在京海的千達公司做部門經理，男朋友還是主管呢，到時候靜茹也能幫襯你。
大伯滿臉得意驕傲。千達公司，這名字實在耳熟。我名下有一家公司，就叫千達，規模不大，但各個方面都很成熟，所以我直接交給了我的特助管理。大哥大嫂，我可真羨慕你們，生了靜茹這麼個好女兒，長得漂亮又有氣質，現在還這麼有出息，你們兩個就等着享福了。二伯母羨慕地說道。大伯和大伯母謙虛地擺擺手，哪裡，我還羨慕你們家唐雨給你們生了孫子孫女呢。大家戴着虛偽的面具互相吹捧，時不時拉踩我幾句做個樂子，簡直無聊至極。這時包間門被推開，10幾個穿着旗袍的美女端着精緻的菜品緩緩走進來，還表演了一段絕美的舞蹈。舞畢之後，大家還沉醉其中。大哥，我要敬你一杯，請我們來這麼高級的地方吃飯，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。四叔穿着並不合身的西裝，一臉谄媚地向大伯敬酒。大伯神情愉悅，老弟，這種地方不算高級，靜茹經常帶着我來，更加高級的我都去過呢。四叔點頭哈腰附和了幾句，順勢拉起身邊的女兒唐雅，諂笑道：“小雅也快畢業了，到時候也想在京海找份工作，還請靜茹多多照應着。”唐靜茹優雅地晃動着酒杯，隨即抿了口酒，淡淡地說道：“好說好說。”唐雅端着酒杯，特意走到唐靜茹身邊敬酒，以表感謝。眼尖他一眼就看到唐靜茹放在桌上的車鑰匙，帶着諂媚大聲問道：“姐，你開的是大 G 呀？”一陣艷羨聲響起，唐靜茹習以為常：“對啊，都開了好久了，今年我還打算買一輛呢。”唐雅一口悶了杯中的酒：“我敬姐一杯，以後你就是我學習的榜樣了，我也要像姐一樣穿名牌開豪車。”唐靜茹笑得花枝亂顫，不着痕跡地看了我一眼。瑤瑤在廠裡也打了那麼多年的工，不知道有沒有車。我平靜地回答：“那你開的是什麼車？”唐雅好奇問着。“魏圖汽車。”哈哈哈哈哈哈！全場一陣爆笑。唐靜茹掩着嘴笑：“不奇怪，這牌子的車主打低端市場，你也確實是他們的目標用戶。”唐雨接着補刀：“魏圖汽車挺好的啊，近幾年汽車市場中殺出的黑馬，說不定以後還是高端車，那瑤瑤不就賺了？”哈哈哈哈哈！我無奈地笑了笑，將面前的酒一飲而盡。“謝謝，借你吉言。”他們笑得更大聲了，還以為我聽不出其中的嘲諷之意。可他們都誇我男朋友創立的汽車品牌是黑馬了，那我不得喝一杯以表感謝。從我身上得到優越感後的唐靜茹神情愉悅，得意的尾巴都要翹到天上去了。她斜睨了我一眼，指着面前的菜品同我說：“唐瑤，多吃點啊，平時你都沒機會吃到5星級酒店的飯菜吧？”我看面前快吃膩了的菜品，笑而不語。其實我是濟州酒店黑磚級別的客戶，也就是最高級別的客戶，基本消費了上百萬。家宴進行到一半，經理按照慣例進來詢問客人感受和意見。在我身邊玩耍的小侄女軟萌萌地指着菜單上的一道菜品，同我說：“姑姑，我想吃這個。”我看了眼，是濟州酒店新推出開年大菜二龍戲珠。雖然我覺得這道菜味道一般，但是這麼可愛的小團子想吃，我必須得滿足。我打斷經理的詢問：“經理，上一道二龍戲珠吧。”我的聲音並不大，卻吸引了所有人目光，他們都帶着玩味看我。唐雨率先樂了：“乖女兒，你想吃，應該找靜茹姑姑，你這個瑤瑤姑姑可買不起。乖妞妞，不就是一道菜嗎？靜茹姑姑給。”
唐靜茹拿過菜單，看到價格要3888後立馬噤聲，但話已經出去了，大家臉上也充滿了期待。為了面子，3888又能算得了什麼呢？我坐在他身邊，都能聽見他咬牙的聲音。那就上一道吧！眾人歡呼雀躍，嗚呼！靜茹萬歲！唐靜茹挑了挑眉，又不是什麼很貴的菜。再說了，大家好不容易來一次，不得讓你們盡興啊！經理卻面露難色，女士十分抱歉，這道菜只有金磚以上級別的客戶才能點。我剛剛看了一下，您是第一次來我們酒店，所以消費級別還不太夠。眾人臉上的雀躍轉瞬便由失落代替。唐靜茹面子有些掛不住，拍着桌子朝經理發脾氣：什麼意思？我經常光顧你們京海的總店，你居然說我等級不夠不能點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喊你們老闆來，我要投訴。這賬號全國店面互通，分明是第一次消費，卻還不承認。經理看破不說破，只一個勁的道歉。我抿了口茶，淡淡說道：經理，那我能點1道2龍戲珠嗎？經理查詢後發現我是黑磚客戶，臉上大寫的震驚。反應過來後，恭敬地彎腰朝我說：唐女士，是我們招待不周，2龍戲珠我現在就叫後廚給您插隊制作。說完，經理就急匆匆地出去了。一桌的人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，只是張着嘴面面相覷。唐靜茹緊皺眉頭，正要開口說話，唐宇搶先一步大聲說道：唐瑤，你是不是用的別人的賬號？我看網上很多人租用賬號，本來還想解釋一下來着，但仔細想想，完全沒有必要浪費口舌。畢竟吃完這頓飯，我就帶着我媽定居京海，再也不會和他們來往了。見我沒有說話，大家更加篤定我是租借的賬號，看我的眼神都透露着憐憫，好像我是一個可悲的可憐蟲。大伯嚴肅地教訓我：瑤瑤，這我就要替你爸爸管管你，為了出風頭竟然租借賬號。我不屑地冷哼一聲，他有什麼資格提我爸爸？6年前，我爸得了癌症，病情急劇惡化，病痛日夜的折磨，讓我爸最後要求放棄治療。他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能走得輕鬆點。醫生告訴我和我媽有一種儀器能讓我爸好受點，但是需要5萬塊。可前期的治療已經花光了家裡所有的積蓄，還欠下貸款。我和我媽一家親戚的借錢，我記得我和我媽向在座的各位都跪下過，他們不僅不願意借錢，還落井下石說花這麼個錢不值得。最後錢沒借到，我爸也在痛苦中離開了，走的時候還疼得皺眉頭。我爸走後，我媽身體也不好，生活的重擔全落在我一人身上。一天24小時，我1分1秒都不敢浪費，拼了命的賺錢。這些親戚看我家窮成了那樣，更是躲得遠遠的，還慶幸當初沒有借錢給我們家，不然他們認為這些錢我肯定還不起。即使後來我賺了很多錢，我也常常遺憾，如果那時候有錢的話，我爸走的也許能舒服點。叮鈴鈴，電話鈴聲將我的思緒從往事中抽回，是男朋友沈確打來的。阿瑤，你什麼時候回來呀？我的新車發布會能趕到嗎？今晚凌晨的飛機，明早就能到京海，肯定能趕上。你一定要來，這場發布會對我來說很重要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到場為你加油。那我等你，晚點聊，我還在家宴呢。我打了電話叫劉特助在門口等你結束宴會。好，拜拜。掛斷電話後，大家八卦的視線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是不是男朋友？語氣這麼溫柔，大伯母好奇問道。
我嬌羞地點點頭。有沒有照片？是做什麼工作的？帥不帥？大家的問題一個接着一個，對我的一切他們都好奇極了。我在手機相冊裡翻找沈雀的照片，可大多數都是他穿着工衣在工廠研究汽車部件的照片。唐靜茹偏頭湊到我身邊，看清照片後，她發出了刺耳又尖銳的大笑聲。瑤瑤男朋友長得可真帥，只可惜是個修車的，哈哈哈哈。唐雅也跟着笑得前仰後翻，修車仔配廠妹還挺和諧的，我也覺得有些好笑。沈雀堂堂魏圖汽車創始人，竟然被他們認為是修車小弟，這要是被沈雀知道了，不得指着他們鼻子罵沒品。我並沒有做任何解釋，一直保持着沉默，靜靜地看着他們拉踩。畢竟我也在生意場上混了這麼多年，我很清楚他們的心思，無非就是想通過貶低我，以此獲得優越感。更何況他們的嘲笑對我毫無傷害。叱咤商海這麼多年，比這還難聽，嘲笑我都聽得多了。這時經理領着好幾個服務員將二龍戲珠抬上了桌，眾人驚呼：這哪是一道菜啊，分明是藝術品，簡直巧奪天工！快拍個照片發朋友圈。拍完照後，大家看着二龍戲珠，誰都不敢下第一塊。有人提議讓大伯下第一塊，他擺擺手，故作為難。眾人起哄，今天要是沒有我們老大哥，哪裡能吃到這麼好的菜？他笑了笑，也不再推辭，那就恭敬不如從命，感謝家人們的支持。他起身以上位者的身份夾下了龍頭，大家這才陸陸續續地動筷品嘗着這道菜品。而全場只有小侄女記得這道菜是我點的，禮貌地大喊：謝謝瑤瑤姑姑買的二龍戲珠。我朝小侄女溫柔地笑了笑，其他人直接選擇忽視，認為給我這樣一無是處的窮人道謝會太掉面了些。酒足飯飽，且他們的虛榮心得到巨大滿足後，宴會也差不多該結束了。唐靜茹喊來服務員買單：女士，您這頓一共消費28,888元。服務員微笑着柔聲道。唐靜茹皺眉看着賬單，二龍戲珠可是他逞強要點的，這個他自然是在說我。服務員知道我是黑專用戶，恭敬地解釋道：因為唐瑤女士是我們的黑專客戶，所以二龍戲珠是贈送的，並沒有計入收費。唐靜茹惡狠狠地瞪了服務員一眼，我剛剛要花錢點都不行，到他這裡還能免費？你們酒店是歧視嗎？服務員連忙道歉：女士，我們沒有這個意思。唐靜茹依舊不依不饒：你怎麼沒有這個意思？我跟你講，我要投訴你。我看看的手機時間也不早了。劉特助也發消息問我結束了沒有。為了不耽誤時間，我便朝服務員招招手：你好，刷我的卡吧。服務員恭敬地接過卡，在刷完的瞬間，大家都噤了聲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。這可是28,888，大伯訓斥我，這一頓抵了你半年的工資了，你搶着裝老大幹什麼？這場局都說了我請，到時候大伯把錢轉給你。這時劉特助又發信息催促我：老闆，再晚怕趕不上飛機了。我平靜地說道：大伯不用了。說完我大步朝外走去。酒店大門處，劉特助穿着黑西裝站在車旁等我，一眾親戚走在我後面。唐靜茹看見劉特助之後，直接超過我，一路小跑到劉特助跟前，畢恭畢敬：劉總，您怎麼也在這裡？劉特助沒有理會他，準備上前叫我。唐靜茹卻拽着劉特助向眾人介紹：這位就是千達公司的劉總，也是我的老闆，特別厲害的一個人。
眾人立馬簇擁着劉特助，你一言我一語地拍着他的馬屁。唐靜茹察覺到劉特助看向我，便將我拉到他身前，介紹道：“對了，劉總，我給你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我的堂妹，是不是特別漂亮？而且她能吃苦，廠裡擰螺絲的活都能幹。方便的話，給她安排個前台唄；不行的話，保潔也可以。”劉特助眼中閃過一絲震驚，他壓根不知道唐瑤是我的堂妹，但他依舊保持着專業素養，恭敬地朝我喊道：“老闆！”唐靜茹瞳孔瞬間放大，不可置信地看我，徹底僵住了。在場的親戚們嘴巴張得一個比一個大，大伯的臉都漲成了紫紅色，二伯母和唐雅捂着嘴不敢相信。老板，唐雨因为過於激動，聲音都在打顫。我沒聽錯吧？靜茹的老板喊唐瑤老板，唐瑤不是在廠裡？我淡淡的笑了笑，我可沒說過我還在廠裡擰螺絲。反應過來的唐靜茹陰惻惻地開口：“唐瑤，你是不是玩我們？故意裝窮，就是為了打我的臉吧？”我拍了他的肩頭：“我可沒裝窮，是你們不願意相信我過得好而已。”我正準備上車，唐靜茹拉住我，依舊不肯相信，一副崩潰的樣子：“不可能，你怎麼可能會是劉總的老闆？你是不是傍大款了？”劉特助上前拉開唐靜茹，警告道：“唐靜茹，你放尊重點，我們唐總白手起家，名下產業數不勝數，這些都是他靠自己掙來的。”劉特助，別廢話了，趕緊去機場吧。我催促着，吃這頓飯已經夠浪費我的時間了，再沒工夫和他們拉扯。沈雀還在京海等着我參加他的新車發布會。唐靜茹緊咬着唇，捏着衣角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滿臉不服氣地看着我離去。車內，劉特助時不時透過後視鏡看我，猶猶豫豫，似有什麼話對我講。劉特助，你跟了我這麼久，有什麼話是不能講的？劉特助輕咳兩聲：“老闆，是關於唐靜茹的事，她工作能力不高。仗着男友林浩是主管排擠拉踩同事，影響公司氛圍，很多同事都向我舉報了他。本來我打算年後將他裁員，但我也是今晚才知道他和您是，所以想問問您。”我毫不猶豫開了，包括她的男朋友，這裡面並沒有私人恩怨，我單純不允許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。如果他只是工作能力差，但只要他是肯幹，我都會將他留下。可他偏偏愛惹事，破壞團隊，這樣的人我是斷然不能留。劉特助，好的，等過幾天開工了，我照常公布裁員名單。我拿出手機看了眼時間，已經快要凌晨了，應該能趕上沈雀的發布會。手機微信彈出好幾條消息。率先看到大伯發的微信：“瑤瑤，我把你拉進咱們的家族群裡，以後我們可要多多聯繫啊！這個建了800年的家族群，在我富貴了之後才能得到入場券。”打開家族群聊，毫無意外，今晚嘲諷我的全變成了誇我的。瑤瑤真厲害，年紀輕輕就是大老闆了。是啊，還全憑自己的真本事。我就說瑤瑤肯定會有出息，大家可都要向瑤瑤學習。眾人不斷發着豎大拇指的表情進行刷屏，前後態度180度的大轉彎，還真是讓我難以適應，仿佛剛剛在飯桌上對我嘲諷和藐視從來都沒有發生過一樣。唯有唐靜茹一直都沒有說話，通訊錄中也出現了不少的好友申請，其中包括了唐靜茹、唐雨、唐雅等人。唐靜茹更是一連發了好幾條申請：“瑤瑤，請你通過一下我的申請吧。”我關閉手機，直接忽略。曾經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，
我也用最卑微的姿態去添加過他們的微信，可他們對我避之不及。以前加不上的微信，現在更沒有必要加了。第二日一早剛下飛機，我就直奔沈確的發布會現場。好在準時趕到了。沈確穿着筆挺的西裝，長身玉立，在媒體的聚光燈下介紹着魏圖新車的功能以及理念。我在第一排的 VIP 位置朝他做了一個加油的手勢，他淡淡一笑，表示收到。在發布會接近尾聲時，全場燈光驟滅，大家不明所以，紛紛詢問是不是停電了。這時台上亮起一束光，沈確站在光裡，眉眼盈盈地看向着我。曾經的一個下雨天，我自行車後座的女孩只愣愣地看着坐在小轎車裡的人。我問她是不是很羨慕，她凍得瑟瑟發抖，笑着說不羨慕。那時我立志要讓她坐進溫暖的小轎車裡，這也是我創立魏圖汽車的初衷。在她的鼓勵和陪伴之下，我終於有了小轎車。現在我想問問那個女孩，願意坐進我的副駕駛嗎？我心跳漏了半拍，怪不得沈確一定要我出席她的發布會，原來她是要求婚。沈確走到我身邊，聚光燈打在我們身上，他拿出戒指，單膝跪地，你願意嗎？我激動地點點頭，現場一陣歡呼。在媒體瘋狂的閃光燈之下，沈確毫不猶豫地吻上我的唇。不一會兒，我和沈確就登上了熱搜，收到了廣大網友的祝福。魏圖汽車也因此股價大漲。大伯接連打了好幾個電話給我，我都沒接。家族群裡也在不停地艾特我。原來瑤瑤的老公是魏圖汽車的老闆啊。那我們是不是也算和魏圖的老闆是親戚啊？瑤瑤恭喜啊！什麼請我們喝喜酒？還是瑤瑤有出息？群裡無非是阿諛奉承和攀附的話，虛偽到了極點，讓我感到惡心。真是應了那句話，窮在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我退出了群聊，將手機關機，和沈確回家，好好的享受着獨屬於我們的二人世界。1個星期之後，劉特助直接找到我家，神色慌張。老闆，唐靜茹知道自己被裁員後，帶着他爸媽在公司要死要活，吵着鬧着一定要見你，不然就死在公司。我無奈地搖搖頭，披上外套，準備去看看唐靜茹到底在鬧哪一出。沈確拉着我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安慰道，放心，對付他們我一個足夠了。我只是不想讓沈確被他們惡心到。剛到公司門口，就聽見一陣叫罵：唐瑤，你公報私仇，憑什麼開除我？我要去告你，你個賤貨，就是靠着男人上位的婊子。我一路走進辦公區，地上一片狼藉，歪七扭八的椅子和滿地散落的文件，電腦也碎了好幾台。唐靜茹帶着大伯和大伯母亂砸亂叫，員工們都躲在角落裡瑟瑟發抖，怕被誤傷。夠了！我厲聲喝止。唐靜茹見到我，直接撲到我身上，拉扯着我。學了這麼多年的柔道，也終於派上了用場。3兩下，唐靜茹就被我單膝壓制在身下，疼痛感讓她不停地拍地求饒。人群中議論紛紛，這就是我們的大老闆。我還是第一次見，簡直太颯了。對付這種極品無賴，就該以暴制暴。大伯和大伯母見唐靜茹落了下風，想衝上來幫忙，直接被劉特助攔下了。我膝蓋碾在他的後背上，一點一點用力。唐靜茹，你怎麼就不能學學你的男朋友林浩，體面的離開不好嗎？非要鬧到這種地步。他趴在地上，疼得嗷嗷直叫。大伯焦急地指着我大罵：唐瑤，你放開靜茹，你簡直太冷血了，她可是你妹妹，我們是一家人啊！你現在飛黄騰達了，
就迫不及待和我們這些窮親戚劃清界限嗎？我轉頭冷眼質問他：一家人？當初我求你們救救我爸爸的時候，你們怎麼不說一家人？我在廠裡打工的時候，你們怎麼都躲我，躲得遠遠的，不說是一家人。現在我賺錢了，發達了，才想起是一家人。你們這是想賴上我？被質問的大伯氣得滿臉通紅，胸腔劇烈起伏，顫抖着。你這樣黑心的人，總有一天會有報應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們絕對不會賴着你。我也鄭重地告訴你，你正式被唐家除名了。我們唐家沒有你這樣的人。我不禁笑起來，求之不得。我將唐靜茹鬆開，警告道：今天的事情，我不會報警追究。你為什麼被開除，應該心知肚明。開除的補償，我會按照法律一分不少的給你。要是你們以後再來找麻煩，我絕不手下留情。呸！唐堯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你就等着吧。總有一天，我會讓你以前一樣跪下來求我。唐靜茹放下狠話，口舌之爭並無意思。我沒有理會他的叫囂，而是示意保安將他們3人趕出去。原以為經過這件事情後，大家已經將臉皮撕破，之後想來也不會再有任何瓜葛。只是沒成想，唐靜茹對我的恨意如此之深，不惜去觸碰法律。他在離職之際竊取了公司的機密文件，倒賣給了對手公司，一夜之間讓我方公司損失千萬。上次他大鬧了公司一場，我就放過他一馬，可這一次我不可能會手下留情。看着辦公桌上劉特助收集來的證據，我撥通了報警電話。由於劉特助收集的證據十分齊全，警察審理核證的時候效率也提高了很多，很快就将唐靜茹抓來審問。正巧在做筆錄的我碰見了他，他比我想象中的淡定，甚至還有些神清氣爽。唐堯，最近還好嗎？損失應該不小吧？一想你為千達焦頭爛額的樣子，我心裡就特別爽。1000萬的損失確實不小，可對我來說並不算什麼。你不惜觸碰法律，就為了讓我焦頭爛額嗎？我到底做了什麼，讓你這麼恨我？我十分不解。要說恨，也應該我恨他們才對。唐靜茹咬牙切齒瞪着我，我就是看不得你過得比我好。你憑什麼過得比我好？你配嗎？我無奈地搖搖頭，心中不禁為他感到悲哀。面對警察的詢問，他十分配合，沒有任何掩飾和辯解，甚至還嫌棄流程走得太慢。你們這些人辦事效率這麼低，早一天讓我坐牢，我也好早一天出來啊。就連大伯和大伯母都沒有什麼激動的情緒，直覺告訴我不對勁。但直到判刑的裁決書下來了，他們也能平靜地接受，包括唐靜茹本人。而我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後，自然不再過多地關注他們，生活逐漸恢復平靜。2個月後，大伯母特意在公司樓下蹲我，起初我並沒有認出他，是他先叫住的我。短短2個月，他好像變了一個人，變得更加蒼老，眼中也滿是痛苦絕望。撲通，他毫無徵兆地跪在我面前，痛哭流涕。我知道沒有臉面求你，如果不是走到絕路，我也不會來找你。我有些疑惑，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，但還是將他扶起來，仔細詢問發生了什麼。他淚流滿面，靜茹他爸突發心梗，現在躺在醫院裡不省人事。靜茹又在服刑，家裡已經沒有1分錢了。那群天殺的平時將一家人掛在嘴邊，真有難了，他們簡直比石頭還冷漠。當年我沒有幫你，是我們的錯。我現在終於體會到你當時的絕望了，現在也是後悔莫及啊。瑶瑶，代伯母求求你，救救你大伯吧。說完，他緊緊地抓住我的手，
猶如在抓救命稻草。因果輪迴，善惡有報。本來我以為我會感謝老天有眼，然後再和當年的他們一樣，狠狠地落井下石一番。但是我做不到。我看見大伯母卑微祈求的眼神和我當年一模一樣。正因為我曾經經歷過，我才懂其中的絕望與無助。我來到醫院看大伯，他全身插滿了儀器，看着十分可憐。他怎麼會變成這樣？大伯母擦了擦眼角的淚，說起來是我們太蠢了。其實靜茹去竊取機密都是她那個男朋友林浩提出來的。林浩早就有那個想法，加上當時靜茹嫉妒你，一時沖昏了頭腦，林浩還承諾倒賣機密的2000萬會全給靜茹，並且等靜茹出獄了就和他結婚。可靜茹進去不到1個月，林浩就帶着錢跑了。他爸一下受不住，就這樣了。說完他已泣不成聲。怪不得當時他們那麼淡定。唐靜茹想着只要坐幾年牢就能財富自由，收穫愛情，還能惡心我一下。他還真是天真愚蠢，親手將自己送上了絕路。醫生說大伯這種情況不做手術，99%的死亡率；做手術也只有10%的存活概率。我果斷選擇手術，並支付了所有的費用，並不是因為原諒了他們，而是因為這是一條人命，我不想讓自己的良心過不去。至於能不能活下來，就是他的造化了。很不幸，大伯沒有成為那10%，最終還是離開了。葬禮上，所有的親戚都出席了，他們看起來並不悲傷，反而聚在一起談笑風生，偶爾在外人面前感慨2句，假模假樣地擦擦眼淚。後壁葬禮結束後，戴伯母雙眼紅腫握着我的手，謝謝你唐瑤，我沒想到最後會是你幫的我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，隨後問道，發生的一切唐靜茹知道嗎？他搖搖頭，還不知道。我打算過幾天去看他，將所有的一切都告訴他，也一定會和他說你對我們的幫助。我並不是想要他知道我對他家的幫助，也沒有想過要他對我感恩戴德，只是他是一個成年人，應該知道自己犯的錯帶來的後果，應該帶着這些痛苦反思懺悔。看着大伯母單薄離去的背影，實在是可憐。我沒有問他今後的打算，也並不關心。能幫他，至今我已是仁至義盡。畢竟我爸的事，我一直都沒法釋懷，更做不到原諒他們。後來，唐宇和唐雅他們在組織家宴聚會，極力地邀請我，但統統被我回絕。這樣畸形的親緣關係，早就該斷絕了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